昨天写完跆拳道和空手道的爱恨，今天开始写中国武术和跆拳道的情仇。首先表明观点，跆拳道不起源中国武术，但是它确实许多东西都来自我们迷人的老祖宗。上次说到，跆拳道等于朝鲜半岛本土武技加日本空手道融合加日本武道精神。中国武术是跆拳道最重要最核心的外来技术与文化来源，没有之一。我们再往回看，早在2000多年前，中国武术就已经踏上朝鲜半岛。那是什么年代？是西汉时期。汉朝在朝鲜北部设立月浪郡，大量汉人、士兵、工匠进入当地，汉代的手搏、脚底、徒手格斗随之传入，这是中韩武技交流的起点。到了唐代，大唐盛世，丰满唯美的年代，许多女同胞羡慕的年代，武技交流达到顶峰。新罗、高句丽、百济纷纷派人来长安学习武艺，扛着拳法、腿法、兵器术、礼仪制度被带回朝鲜，这个也叫唐手。和公元1300年左右传到琉球国的唐手还不太一样，那个主要组成部分是福建南拳、咏春拳的前身，以后单独讲。接上一段，朝鲜正史《三国史记》明确记载，新罗名将张宝高正年在唐朝从军习武，回国后用唐朝武艺训练军队，让唐手成为朝鲜上层和军队的主流武技。所以这段历史证明，早在1200年前，中国武术就已经是朝鲜武技的核心组成部分。到了明代，来到了决定性的一次融合。这一时期，他们把戚继光武术直接写入朝鲜国典。1592年，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，朝鲜几乎亡国。明朝派出戚家军入朝救援，带队将领是戚继光的旧部骆尚志。他不仅打仗，还做了一次大好人，影响朝鲜数百年的事。他把戚继光的绩效新书完整传授给朝鲜军队。这本书里有什么？我去查了一下，有拳经32式、弹腿、戳脚等腿法、套路、步法、攻防体系。当时朝鲜官方立刻全文翻刻，全国推广，还专门设立机构，按照中国武术训练士兵。说完戚家军的骆尚志，然后就到200年后的1790年，朝鲜国王下令编写了一本国家级武典《葵花宝典》，开个玩笑，叫《武艺图谱通志》。主要之前写的有点严肃，看的人还是太少了。这本书后来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，是铁证如山的史料。我又查了一下，它到底写了什么，直接引用中国兵书140多种，以绩效新书为绝对核心，完整收录唐手、拳法、腿法、套路，把中国武术和朝鲜本土的台根手搏彻底融合。这就是今天跆拳道的品势里，弓步、冲拳、腿法结构全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一模一样的原型。这也是后来散打武术运动员转跆拳道项目非常顺利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可以说，没有中国武术就没有武艺图谱通志，没有武艺图谱通志就没有后来的跆拳道。时间来到1910到1945年，日本占领朝鲜半岛。这里在之前故事里讲过，现在补充一下。因为朝鲜本土的台根被禁止，因为源自中国福建南拳的日本空手道在当地流行，因为源自中国明清武术的唐手在民间秘密传承，而现代跆拳道创始人崔洪熙年轻时学幼过日本松涛馆空手道、朝鲜本土台根、朝鲜传承数百年的唐手，所以在1955年，崔洪熙正式把这三者合为一体，取名跆拳道。他在自己编写的跆拳道百科全书里白纸黑字写下，跆拳道融合了朝鲜传统武技、中国武术的腿法与哲学、日本空手道的技术体系。这来自创始人本人的承认，给他点个赞。现在从技术看，跆拳道身上有多少中国武术基因？第一个，腿法。跆拳道最出名的侧踢、下劈、旋踢、后旋，全部能在中国戳脚、弹腿、南拳里找到对应动作。其次，品势，就是我们说的套路，太极八章、金刚、太白等。结构、起势、收势、步法完全沿用中国武术套路的逻辑。第三个，礼仪与精神，礼义廉耻、忍耐克己、百折不屈，直接来自中国儒家思想。注意这里是7个意思，我看很多朋友礼义当一个词一个意思，这样是不对的。然后太极阴阳理念来自中国易经。第四个，朝鲜长期把中国武术叫唐手，而唐手也是日本空手道的旧称，两者源头都在中国。跆拳道不是中国武术，但它的根里深深扎着中国武术的养分。从汉唐到明代再到现代，中国武术以1000年的时间，一步步塑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跆拳道。老邓难免有错误的地方，欢迎指正，倾听受教。